班机里新转来一名奶油小生，而男孩却露出了惊恐的眼神。果不其然，下课后这恐惧就应验了。他就是校拳击队的神龙丹铁生，他甚至连女孩子都不放过，抓住女孩的头发连续2个小嘴巴。正要挥起拳头，同学小峰制止了他。铁生转身就一窝心拳，小峰被打得瘫软在地，然后就是铁生一下下的抽打着小峰的脑瓜子，好奇小峰又是一顿嘴巴子，一记正踹将小峰干倒在地，照着面部扑通就是一脚。小峰被打得有点懵，恍惚中他看到了一支铅笔，小峰踉踉跄跄的拿着铅笔指向了他。铁生认定了这小子就是个怂包，抓起铅笔就顶在了自己的下巴壳子，随后指向了自己的眼睛。小峰的恐惧释怀了。完了，他真的给铁生扎了。这一支笔也判小峰防卫过当入狱3年。大巴车上也只剩下了1个座位。当他坐下的那一刻，前排的目光都转头看向小峰。他还不知道旁边的这个男人竟是一个杀人犯。在分寝室的时候，小峰认识了黄毛，2人也被分到了一个寝室。寝室的小胖在给2人讲这里的规矩，这一讲就是一头雾。他告诉2人，这满身横肉的大熊不要招惹，还有远处的那个小个子瘦猴，他们都是这里的恶棍。话音刚落，瘦猴就让他们出来2个补位防守。大熊挑选了黄毛，小峰非常卖力的防守，一个大脚破坏了进攻的好球。这一脚，大熊有点懵登嘎嘎一嘎死。小峰被众人拖拽前行，此时在前方的大熊愣住了，他急忙的让手下收敛一点。一个男人冷若冰霜，如冰山一般走过，他就是散打冠军东北大侠胡一刀。小峰也明白了为什么在车上没人会跟他坐在一起，也许只有他才能救自己一命。小峰猛然挣脱，随后朝着胡一刀的方向奔去。小峰一把抓住了他，卑微的跪在了地上。此时大熊已经追了上来，告诉胡一刀不要多管闲事儿。胡一刀正眼都没看大熊一眼，带着小峰就要离开。你是不是没把我大熊放在眼里？你是不是把我当熊二了？挥起拳头就砸了过去，连续2拳都被轻松躲过，抬手就是一大嘴巴。大熊被打得有点懵，胡一刀抡起膀子一记侧摆拳，大熊应声倒地。文化课上，大熊也一直盯着小峰。小峰很清楚，往后的监狱生活算是废了。此时狱警叫了小峰的名字，小峰迎来了第1次的接见。本以为是自己的家人，一肚子的苦都没人诉说。然而当男人转过头，竟是被他扎瞎了眼睛的独眼神龙丹铁生。小峰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，铁生一把薅下了纱布，并告诉小峰，等他出来会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一刻的小峰彻底崩溃了，他的人生真的要完了吗？他只剩下了一个办法，只有自己变得强大，才不会被人欺负。男人刚回到家，发现自己的手上满是血迹，他感觉到不对，家里应该是出事儿了。他连忙搜寻着妹妹的踪迹，在客厅的转角处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妹妹。妹妹刚喊了句哥哥，就停止了呼吸。突然男人被狠狠地勒住，男人一个过肩摔挣脱束缚，抓住脑瓜子哭嚓一下子，一名持刀男子上来就刺，躲过攻击用力一撞，抓住脑瓜子对着铁杆连续的撞击，噗呲一刀扎后腰上了。巨力扑通就100拳，hold住头领了一拳一拳的击打着面门。散打冠军东北大侠胡一刀被判入狱，正在狱中锻炼的他被小峰盯上了，他想让一刀教他武功，可被无情的拒绝了。第2天他又找到了一刀，一直在他的身后跟跑。他不想再逃避，不想再挨揍，更不想丧命。他以前只知道低头，只知道服从，现在的他不想再这么活着了。더 이상 도망치기 싫다고요! 一刀也停下了脚步，告知可以教他，但前提要在40分钟内跑完800圈。随后在地上画了一条线，小峰也开始了拜师的测试。他踉跄的奔跑，被一刀连续的扣圈，刚跑了100圈，他就开始气喘吁吁，步履蹒跚。300圈了，他想起了经常被欺负的自己，那个从小就被铁生欺凌的自己，倒在地上只会求饶的自己，被一脚一脚猛踢小腹的自己。600圈了，他开始有些眩晕，但心中的
信念一直在支撑着自己。他想起被勒住脖子、被吓尿了裤子的自己，头被按在地上摩擦的自己。小峰一下摔倒在地，他曾经也想过自杀，但他却没有这个勇气。他放声大哭，大喊老天对他的不公。这一次他不能放弃，从地上艰难地爬起。他还要面对那个等着他出狱的铁生。从始至终，他只想过得平凡一些。3个小时后，他突破了自我，突破了极限。在到达800圈的那一刻，小峰晕倒在一刀的怀里。一刀找到了典狱长，想把小峰调去自己的寝室。狱长很给面，下午小峰就被告知收拾行李。刚进门就看到了正在练习的一刀，还没等放下行李，一刀就告诉他不限时间无限的做俯卧撑。这俯卧撑做的也是嘎嘎的包准，这身体素质引体向上居然一个都做不了。一刀真的不懂他是怎么坚持跑下来的，那就每天增加1个。终于小峰做了第1个引体向上，渐渐的也能做到了3个，直到300个。背阔肌逐渐的显露出来，胸肌和小腹肌都练成了8块。起初用皮带练习爆发力，到现在一拳将皮带拉折，拳法也变得铿锵有力，抗击打能力也是越来越强。一天黄毛被打倒在地，正被小峰撞见，及时的制止。二毛还想掰掰手腕，被小峰一拳 OK。黄毛也被小峰带走，然而大雄得知了此事，告诉小弟务必把人带来，要亲自教训他。学校里，他被校霸连续的抽打欺凌，正当防卫的他拿起了钢笔，却意外的刺中了校霸的眼睛。入狱的他又被狱霸大雄殴打，随后就是一记后手直拳，小峰侧滑躲过，回手就是一炮子。大雄的连续出拳都被躲过，一把将小峰扛起，旋转488圈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一脚将小峰踹在帐子上，上去就是一脚击。虽然小峰的身法好，但是他的力量不足以击倒大雄，就连这重重的侧边腿对大雄来说也是无力，一把被摔在了桌子上。大雄脱掉衣服，上来就是一脚，一把薅住脖领的连续的重击，一记窝心拳打在大雄的肚子，被大雄夹住胳膊，梆梆2拳，随后就是一记窝心勾拳。小峰也蓄力跟大雄互殴了1拳。大雄一记正拳，上去就是连续的组合拳法，一记摆拳将小峰打倒在地。大雄刚想庆祝，可没想到小峰踉踉跄跄的起来了。大雄抓住一拳，抡起膀子，扑通就是一拳；抓住脑领子一转腿，扑哧就是一脑瓜壳子，哭嚓哭嚓哭嚓嚓。大雄也懵登嘎嘎倒地，小峰骑在了他的身上，一拳接着一拳的暴击。突然一个人拦住了他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师傅胡一刀，因为一刀就是防卫过当才打死人的。第二天，小峰就迎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原来昨天是一刀18岁的生日，今天他就要转到成人监狱。临走前，他留给小峰一句话：너 상호 알지? 상호요? 이 상호는 부래가 없어서 잠깐이라도 헤엄치지 않으면 가라앉아 죽어. 그래서 태어나서 죽을 때까지 끊임없이 움직여야 돼. 너도 마찬가지야. 这天，小峰又迎来了铁生的会见。这一次，小峰的眼神没有躲闪，面对铁生的威胁，他没有软弱。刚出狱的二毛还在讲述被小峰打的经历，铁生一把拽过他的手指，告诉小峰很期待小峰出狱的那天。 잊지마 네가 누군지. 几个月后，小峰迎来了出狱的日子。他大口着呼吸着外面的空气，朝着回家的方向驶去。此时，铁生叫住了他。小峰没有说一句话，二人也朝着旁边的草坪走去。他们相继的脱下了外套，人狠话不多，干就完了。很明显，面对职业拳手的攻击，小峰还是落入了下风。但小峰迎面而上，对着铁生连续的袭击，每一拳的进攻都被铁生的身法躲过。铁生一记左摆拳，对着下巴扑通一记上勾拳，抓起头发对着面部一顿猛击，小峰起身撞上铁生，铁生对着后背一顿肘击，对着面部一记飞膝，蓄力一记右手直拳，小峰应声倒地，脸上的血逐渐渗透了他的衣服。惊人的韧性、毅力让他再次爬起，那眼神中也充满了杀气。面对铁生的重拳，他不闪不避，一记高鞭扫腿，铁生应声倒地，然后就是二人一拳拳的互殴面部。此时的二人已经筋疲力尽，而小峰的这一拳，铁生怕了，他被这坚毅的韧性打服了，倒在了地上，不敢再爬起。小峰也走向了回家的路。从今往后，他不再害怕，也不再胆怯，不再懦弱。散会，撒马龙雷。